婆婆是个老迷信，她听别人说空调吹多了致癌，大夏天40度的时候把空调关了，大肚子的我中暑被送到医院后，她还在旁说风凉话，我们那时候都这么过来的，就你矫情。在我临盆前，又听人说蟑螂煲汤可以生男孩，在我不知情喝下后，洋洋得意有了偏方，保证给我生个大胖小子。我因为食物中毒被紧急送到医院，孩子也没保住时，他却怨恨我没用的东西，连个孩子都保不住，又不知从哪儿听说黑狗血可以去晦气，将我养了多年的狗杀死放血，泼在我身上去晦气，下一胎争取生个儿子。我崩溃和他争执，却被赶来的老公从顶楼推下，活活摔死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他刚来家那天，既然他那么迷信，那我就用玄学打败玄学，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真情人间。多宝将我的拖鞋叼来的时候，我愣住，看着这只通体黑色又乖巧的狗，我才意识到我重生了。上一世我的多宝因为迷信的婆婆被杀，婆婆将血泼到了我的身上，说是去晦气。明明多宝那么乖，婆婆举起斧头的时候，她还冲着婆婆摇尾巴。我死死咬住嘴唇，将多宝抱在怀里，泣不成声。老婆，妈从乡下来了照顾你，你不是怀孕了吗？做什么都不方便。老公陆廷打开门，身后还跟着瘦瘦小小的中年妇女。看着这一对恶魔母子，我身体下意识颤抖。上一世婆婆因为迷信做了很多伤害我的事，很长一段时间我患上了重度抑郁症，要不是多宝治愈我，大概我都要自杀了。可是婆婆杀了我最爱的狗，我的情绪没办法压制，我抱着多宝的尸体痛哭，婆婆却冷冰冰地站在那里，居高临下，一个畜生而已，你爹妈死了都不见得你会这么伤心，多带点出息，你嫁给我儿子真是高攀。面对婆婆恶毒的话语，我起身推攘了一把婆婆。婆婆瘦小，重心不稳，直接跌坐在地。她放声大哭，不得了了，你这个贱人是要上天哟，竟然敢动手打骂长辈了。说着，婆婆给陆廷打去了电话。陆廷放下手里的工作，便赶了回来。一进门，陆廷连缘由都不问，扯着我的头发就往顶楼走。我的头皮被扯得生疼，终日吃药，再加上食欲不振，我没有多大力气。陆廷将我扔在顶楼上，啪啪连扇我好几个巴掌，眼睛因戾怒而变得通红。他恶狠狠地说：“我娶了你不是让你对我妈动手的，我妈生我养我多不容易，你算什么东西？”说罢，陆廷直接将我推下了楼。我绝望地看着站在楼边的陆廷，他没有丝毫的愧疚和恐惧，反而脸上露出了杀人的快感。死后，我的灵魂飘在半空。当警察上门的时候，陆廷母子拿着我重度抑郁症的单子，说我是自杀的。没想到我原本想让陆廷多关心我的证据，成为了判他无罪的关键钥匙。或许是我的怨气太重，竟然让我重生了。既然婆婆迷信，老公冷漠，那么这一生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二人，都是快生孩子的人了，家里还养这么大个畜生，多脏啊！婆婆的声音将我的思绪拉回。我看着她随手将行李往一旁一扔，一脚踹到了多宝的脸上。多宝委屈地躲进了自己的笼子里。即便如此，婆婆并不打算住嘴，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道：“你爹妈就是这么教你对待长辈的吗？我都进来这么久了，连口水都不给我倒，上一世就是这样。”婆婆一来就给我个下马威。当初我和陆廷结婚的时候，婆婆不想给我见面礼，不想给我彩礼，一直装病躲着没来。即便是婚礼的时候，
他也没来。我包容老人年纪大了，根本就没想到那一层。我爸妈偷偷问我是不是陆婷家看不上我。那时候我猪油蒙了心，特别喜欢陆婷，那些奇葩事情我也就都接受了，只好安慰爸妈陆婷的妈妈身体不好。可是当婆婆上门来的时候，健步如飞，中气十足，根本就不是他们口中那个病得连床都起不来的人。陆婷走过来，理直气壮地对我说道：“还不快去！我妈舟车劳顿，你还真是千金大小姐，真以为是在你家呀？也是我蠢。”上一世陆婷这么说，我还以为她只是想在他妈面前演戏，毕竟老人都封建，要是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家里什么都干，那不得气死。万万没想到，陆婷当初对我言听计从，家务活争着抢着做，也不过是她的工作依赖我家，不敢给我脸色。如今陆婷的妈来了，她感觉有人给她撑腰了，跟我说话的口气都不一样了。我像是没听到一般，叫上多宝回了房间。多宝乖巧地卧在我的脚边，黑漆漆的眼睛转来转去，我心中苦涩。多宝是条黑色拉布拉多犬，是我的陪嫁。当初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救过我一家子的命。那时候有个保姆疏忽，把熨斗没关电源就出去和别人唠嗑了。要不是多宝发现熨斗冒烟，毫不犹豫地将熨斗拔掉，叼了出去，我家大概就着火了。从那以后，多宝在我和爸妈心里已经成为了亲人。上一世我失去了孩子，心里本来就难以接受，没顾得上多宝。这一世我不仅要保护好多宝，也要保护好我自己。外面传来摔锅摔碗的声音，婆婆刻意将分贝提高，朝我卧室的方向咒骂道：“陆婷，这就是你娶的好媳妇，简直就是公主病！我老婆子千里迢迢的来伺候她，她给我甩脸子。你就在我们村里随便找个婆娘娶，也好过这种好吃懒做的女人。她除了会生孩子，还有什么用？再说了，她屁股那么小，能给我生出孙子吗？”这些话，婆婆上一世也总是在我耳边念叨。那时候我才怀孕6个月，她就开始着急，说什么他们村里的女人个个膀大臀圆，是生儿子的一把好手。婆婆在上下打量我做着身材管理，自然瘦。她不禁咂舌：“像你这种浑身没有2两肉的，都不是生儿子的命。”那时的我还在耐心地跟婆婆解释，生儿生女不是体型决定的，也不是女人决定的，都是男人决定。婆婆立刻打断我的话，她重重地拍在了桌子上，气得跳脚：“你们这种人就是读书读傻了，孩子性别关男人什么事？还不是你不争气？”这话就好像我已经生下孩子了，而且还是女孩。我被这种没有文化的言论气得呼吸困难，将求救的眼光投向陆婷，而陆婷立刻抓起公文包说公司有事，直接遁走。不仅如此，每一次婆婆跟我发生争吵，陆婷不是尿遁就是屎遁，让我失望了一次又一次。有个道理我到死才知道，陆婷根本谁都不爱，她只爱自己。我紧紧握着拳头，指甲嵌进了肉里都没发现。过了一会儿，门被踹得震天响：“大小姐，你吃不吃饭？还用我亲自来请你吗？”婆婆的声音是那种尖锐的，每次说出口都让人心里不舒服。我起身出去，一味的逃避是不现实的。这一次，我当然要让婆婆尝尝她自己种的恶果。婆婆看到我的时候，脸顿时垮了下来，喃喃一句：“别人都是娶媳妇享福的，我真是命苦，娶了个祖宗回来。”我觉得好笑，分明是他非要来伺候我的，现在倒是反过来了。坐在饭桌上，看着一桌子发黑的食物，我只觉得反胃，还没动筷子，我就冲进了厕所，吐了个昏天黑地。明知道
我是孕吐。陆婷和婆婆无动于衷，婆婆更是嘲讽道：“谁不是这么过来的？就她矫情。”陆婷大概也是看到桌子上的饭菜没食欲，找了个借口便出去了。现在只剩下我和婆婆2个人，她站在卫生间，就那么赤裸裸地看着我弯腰吐，连杯水都没给我递。吐完了吗？吐完就赶紧来吃，我给你做的都是好东西。一保生儿子。听到这个，我的心中警铃大作。上一世婆婆倒是没有先提醒我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她每次做饭都会放一点蟑螂。要不是医生检查出我体内中毒不是一次才会导致的，我都没意识到。一想到这个，我又不禁的反胃。刚刚孕吐才好起来，现在更加严重。婆婆一把把我拉了出来：“你就不能忍忍吗？饿着我孙子怎么办？”似乎此刻我不是个人，而是给他生孙子的畜生。我本来就吐到腿软，被婆婆这么一拉扯，直接坐在了地上，小腹坠得疼，我不禁捂着肚子：“快送我去医院！”婆婆无动于衷，只是白了我一眼：“6个月孩子都坐稳了，浪费钱干什么？大师说了，医院那种地方阴气重，我孙子要是跟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你负责吗？”没错，要不是因为孩子6个月了，引产伤身体，我必定会在刚重生就去把孩子流掉。他陆家的血脉能是什么好东西？我在地上缓了很久，这才勉强站起来。而那段时间，婆婆只是翻着白眼看着我，看到我起身，一副意料之中的表情。你看，我就说没什么事吧，瞎矫情。婆婆似乎还对她的那些土方子很执着，直接给我将盛满菜的碗端过来，往我嘴里塞：“快，多吃点，多吃点才能生儿子。”那股熟悉的味道令我恶心，我一把推开了婆婆，一副神秘莫测的表情：“妈，我昨晚做了个梦，梦到送子观音了。她说我不能碰那些虫子之类的东西，不然她就将我的儿子收回。”婆婆一听，马上收回了碗，刚要发的脾气收了回去，满脸笑意：“真的吗？那真是太好了，我老陆家有后了。”看着婆婆的背影，我松了口气。没想到婆婆竟然迷信到这种地步，这样鬼扯的话都信。我倒是知道该怎么对付婆婆了。下午我将多宝送回了家里，避免她再受害。爸妈一看到我，激动地打量着我，老泪纵横。我妈更是哽咽道：“你现在身子重了，辛苦吗？实在不行你就回家，妈妈照顾你。”一想到上一世爸妈听说我死了，一夜之间白了头。二老整日沉浸在痛苦中，无心公司，倒是让陆婷捡了漏，最后落了个连个容身之处都没有。我忍住内心的酸楚，坚定地朝我妈摇头：“没事的妈，我婆婆来照顾我了，我也能照顾好自己。现在还不是我回家的时候，要是不能让那对母子遭报应，我没办法对上一世的我交代。”我妈难过的别过身去，我看向我爸：“公司的事最好别太让陆婷接手了，给她个清闲点的职务就好。”我爸疑惑地看向我，当初我爸确实不看好陆婷，无奈我喜欢陆婷，更是在我怀孕后，我爸放权给陆婷，这才让陆婷一步步抢走了我家的公司。我没有多说，只是一再强调，把权力收回就好。我爸是了解我的，只要是我的主意，定然有原因。交代好一切，家里的司机送我回去。一进门，婆婆紧张地看着我，又不少不了一顿埋怨：“你一个孕妇乱跑什么？万一我孙子有什么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！”我一改之前的冷漠，亲昵地握着婆婆的手：“刚才我去让大师算了一命，他说我这胎要想顺利生下，家里就不能有聒噪的人总是念叨，而且还让老人从现在开始吃素。刚刚我回家跟我爸妈说了，
他们已经答应了。婆婆有些为难，我知道我婆婆她苦惯了，现在因为娶了我，日子好起来了，顿顿离不开肉。我看婆婆犹豫，委屈道：妈，难道您不想要孙子了吗？不过就是吃素而已。婆婆咬咬牙，马上答应了下来。我立刻开心地抱着婆婆，往后我去给您买菜。婆婆很懒，我主动请缨买菜，她自然乐得其所。晚上陆婷回来的时候，心情不好，直接将气撒在了我的身上。许月，你今天回去跟爸说了什么？他竟然说我能力不够，再历练历练才能掌权。真没想到我爸动手还挺快。之前陆婷总是在我耳边抱怨自己在公司一点存在感都没有，我爸不信任他，想让我跟我爸说一说，能不能给他个高层当当。后来做了高层，陆婷又想掌权。上一世我还以为陆婷只是想为我爸分担，她的所有要求我都会转达给我爸。这下陆婷露出了真面目，我自然不慌。我一脸无辜道：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只是把多宝送回去了，公司的事我不懂的，大概是我爸想把公司交给你，考验考验你罢了。陆婷听我这么一说，脸上的喜悦藏也藏不住，她一把抱住我，像是想让我把话转达给我爸。老婆，我就知道爸是信任我的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他的期望。我的眼神冷了下来，你就等吧，怕是这辈子你都不能再染指我家公司了。婆婆走了进来，看到我们这么亲密，忙哎呦一声，分开了我们两个。陆婷，往后你跟月月分房睡，大师说了，月月需要阴阳调衡，你一个男人靠近月月会破坏平衡的。这句话也是我跟婆婆说的，没别的。一想到跟陆婷在同一张床上，我就犯了心。陆婷不舍地看着我，我却楚楚可怜道：一切为了你儿子，你还是听妈的吧。陆婷的东西被我婆婆转移到了书房里，我看得出陆婷脸上的不悦，她还想多在我耳边吹枕头风，让我在我爸面前替她美言几句的。我倒要看看这对母子情深到何种地步。要是婆婆毁了陆婷的前途，她是否还能一直孝顺呢？吃饭的时候，婆婆一个劲地看着我吃肉，眼睛发光，再看看她碗里的青菜，脸都绿了。那些菜可是我精挑细选来的，别人不要的烂菜叶子，上面还有虫卵和残留的农药，我洗都没洗，直接给她炒了盘菜。只是可怜我怀胎6月，还得亲自下厨。婆婆感动极了，只是看着满桌的肉菜，欲言又止。陆婷不解，夹起一个鸡腿就往婆婆碗里夹。婆婆像是触电一样，连忙将鸡腿扔了出去。你别，我要是吃荤，月月会生不出儿子的。陆婷愣住，她莫名其妙来一句：妈，您别这么迷信，要是都吃素，那谁家还生女儿啊？我呼吸一滞，原来陆婷也知道婆婆迷信。上一世婆婆用迷信这套对付我，她从来不说。如今我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她妈，她就知道做好人了。婆婆迷信根深蒂固，对我的话也是深信不疑。不论陆婷怎么劝，她仍旧不从。陆婷也无心继续说，只是深深叹了口气。当晚婆婆就腹痛得厉害，陆婷在睡觉之前，我已经给她戴了降噪耳机，美曰其名，让她睡个好觉，才能有精神面对我爸的考验。陆婷自然感激我，还一个劲地夸我懂事。我知道婆婆是玻璃胃，这一顿饭她不肠胃炎才怪。婆婆敲了半天陆婷的门都无人回应，这才敲响了我的门。我磨蹭了半天才去开门，婆婆满脸苍白，满头是汗，说话都没了力气。月月，妈肚子好难受，快送妈去医院。我在心中冷笑，上一世我食物中毒，也是深夜让他们送我去医院。可是陆婷装死，
婆婆又义愤填膺地对我说：“连这点疼都忍受不了，医院是什么地方？要是有脏东西冲撞了我孙子，会被吓成白痴的。我的孙子生出来怎么能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？最后我活活的被疼晕过去。要不是我给我妈打了电话，我怕是直接死在家里了。这一次，我也让婆婆感受一下生不如死的痛苦。”我揉揉睡眼，一脸无辜道：“妈，医院那种地方阴气重啊，您要是招惹了什么脏东西，伤害了您的孙子怎么办？”婆婆思忖片刻，我看她实在是痛得不行，于是转身给她拿了止痛药递给她：“妈，为了您的孙子忍一忍吧，你也不想让孙子变成白痴吧？”婆婆咬咬牙，吃了止痛药，又重新回到了房间。我知道肠胃炎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尤其是像我婆婆这种脆弱的胃，止疼药只是能撑一晚上罢了。第二天，陆婷早早的去上班，以往天不亮就要折磨我的婆婆，竟然睡到了日上三竿。我做好饭菜去敲婆婆的门：“妈，快醒醒，该吃饭了。”谁家婆婆这个点还在睡啊？婆婆明显是生气了，可是她脸色苍白如纸，丝毫没有反驳的余地，只是虚弱地说了句：“月月，妈胃疼，吃不下饭，你就让陆婷送我去医院吧，我保证出院以后在外面住一段时间再回来。”苦苦哀求的语气，像极了上一世的我。我一副为难道：“陆婷也是这个想法，她让您为了孩子忍一忍，不就是挑拨离间吗？上一世婆婆也总是拿这一套对付我和陆婷。”原本我没说的话，婆婆编造一套在陆婷那里说。陆婷对婆婆的话深信不疑，总是对着我发脾气，也不管我是不是怀孕，逐渐与我离心。婆婆脸上闪过了不可思议，像是失望。我仔细地给婆婆喂饭：“妈，胃疼就是得多吃，大师说了要以毒攻毒，一会儿再给您吃点药，马上就好了。”婆婆一听是大师说的，立刻支撑起身体来，一个劲地将我给她处理过的菜往嘴里塞。我又给婆婆喂了止疼药和安眠药，她也不问是什么，听话的吃了以后便又睡了过去。一直到晚上，婆婆还没醒，陆婷回来没看到婆婆，有些担心：“我妈怎么了？”我随意地说了句：“没事，妈就是最近累着了，想多睡会儿。你也是的，一点都不关心妈。”她都有些伤心了。陆婷一听，眉头马上皱起。她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？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关心她？我好吃好喝的供着她，还供出祖宗来了。刚好陆婷说完以后，婆婆站在门口，不可置信地看着陆婷。大概婆婆也没想到，自己含辛茹苦地养大的儿子竟然这样冷漠。婆婆不知道，可是我知道。现在陆婷满心都是如何把我家的公司占为己有，她的那些小心思，陆婷不会在意。我的话也不过是故意挑起二人事端罢了。妈，您听我解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陆婷看到婆婆明显慌了，婆婆却马上红了眼眶，她捶胸顿足：“你爸死得早，我把你辛辛苦苦拉扯大，你竟然一点都不关心我！你以为你给我钱就是尽孝了吗？你还不如月月，她至少会在我生病的时候照顾我，给我做饭。”陆婷求救地看着我，我立刻心领神会，将婆婆扶进了房间，语重心长道：“妈，你也别怪陆婷，她就是工作压力大，不然也不会让您一个人背井离乡的。来这不熟悉的地方照顾我。”我看似在劝和二人的关系，实则是戳着婆婆的痛处在说话。婆婆在乡下日子是过得不错的，一个人每天跟村里的妇女们嚼嚼舌头，日子也惬意。但是来到大城市，她没有谈心的伙伴，就算是出去都会迷路。
她被关在这四四方方的盒子里，本就一肚子委屈。要是我告诉婆婆，陆婷接她来不是让她来享福，只是让她来给我当牛做马的，她定然心里不会平衡。我都能想象到，当初陆婷去接婆婆，肯定是说要让她来城里过好日子的。至于照顾我，不过是顺带手的事。看到婆婆若有所思的样子，我继续道：妈，现在挣钱很不容易，请个保姆也不便宜，您就多体谅体谅她，这不还有我吗？婆婆立刻炸了，她不敢对她儿子说什么重话，我变成了她发泄怒火的缺口。你有什么用？你还怀着孕，难道让我指望你做家务吗？我立刻挤出了泪。妈，您怎么这么说我呀？说完我摔门出去了。陆婷看到我哭，大概是想到还需要我问问我爸，看看能不能给他点提示，他要怎么做才能通过考验。于是他连自己妈都不顾了，只是为了哄我开心。陆婷的分贝都大了些，像是故意说给婆婆听的。老婆，你别劝她了，多大年纪了还那么矫情，不识好歹。话落，我听到婆婆房间里传来花瓶碎地的声音，我很懂事的被逗笑。陆婷立刻乘胜追击：老婆，你偷偷告诉我，爸怎么才能让我通过考验呢？我一副难为的样子，故意吊足了陆婷的胃口，这才娓娓道来：我爸想要收购一个项目，只是你还得出差，而且那个老板很难缠，要是你能做成，我爸肯定放心将公司交给你退休。陆婷一听，二话不说便去收拾行李了，连婆婆都顾不上去看。我之所以要先把陆婷支走，是我要展开我的计划了，她再反而会阻碍我。陆婷订了当晚的机票，连夜离开。婆婆听到外面的关门声，也许是思来想去，还是不想失去那个儿子，出来看到空空如也的书房，她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本就虚弱的婆婆泄了气以后，直接瘫倒在了地上。陆婷呢？我缓缓走过去，像当初她冷眼旁观我那般，就站在那里，双手环胸。陆婷说她要出去冷静冷静，她对您太失望了，不就是造谣吗？我该感谢婆婆教会了我。婆婆无声地流下了眼泪，却在看向我的时候，忽然吐了血。到底是在我家，我可不想婆婆闹出人命怪到我头上。于是我打了120。婆婆被救护车带走的时候，我就站在车外，为难道：妈，我现在怀着孕不好去医院，你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婆婆咬咬牙，在她心里，她的孙子可是比自己重要的多，只好点点头。第二天，婆婆给我打来电话，她哭得都要断气了，语气惊恐：月月，医生说妈得了胃癌，怎么办？要不你还是来一趟吧。我正悠闲地躺在床上吃着水果，听到她的话，不咸不淡地回了一句：妈，医生都是骗人的，您回来吧，我带您去大师那里看看如何破解。婆婆一口答应，直接就从医院逃回了家。婆婆迷信，况且一个癌症就会把她胆子吓破。婆婆一进门，我就朝她泼了鸡血。婆婆一身狼狈，披头散发的，甚至有些可怕。许月，你干什么？鸡血是我大早上去菜市场买的，还新鲜着呢，散发着恶臭。婆婆被淋了个透，她看我的眼神淬了毒。我不紧不慢道：妈，您得了癌症，又刚从医院出来，去晦气。婆婆一听这话，气焰消了下去，将自己的体检报告随手放在玄关处，便去洗澡换衣服了。我拿起报告一看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不过是胃癌早期，是可以治的。可我偏要拖延时间，于是我将报告直接烧掉了。婆婆走出来，一脸慌张，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：月月，你是不是认识厉害的大师？快带妈去看看。我倒是不认识什么大师，从头到尾都是我编的。
不过看婆婆深信不疑的样子，我立刻联系了自己的好朋友。当我带着婆婆去找大师的时候，大师又是开符水，又是让婆婆吃一些五毒，说是以毒攻毒。婆婆看着碗里黑乎乎的东西，犹豫了。月月，这真的可以吗？明明婆婆那么迷信，上一世这些东西她都想都没想就让我喝，可是现在轮到她了，她却开始犹豫了。我笑笑，当然了妈，你说你要是去医院治疗，又是化疗又是吃药，受罪不说，都治不好。这个大师这么厉害，您得相信啊。婆婆半信半疑地憋住气，一口气喝了。我眼底一片冷意。出来以后，婆婆捂着肚子，大把大把的冒汗。她抓住我的手腕，指甲划伤了我的皮肤。月月，为什么我肚子这么痛？是不是那东西有问题？当然有问题了，那可是五毒，正常人喝了都会中毒。别说婆婆这个本就患有癌症的人，我连忙解释，大师说了，喝过以后还是有副作用的，再等等就好了。婆婆半信半疑地跟着我回去，一进去她便躺回了自己的房间。1个月后，我爸给我打来电话，陆婷自作主张去找外市的老总谈判，吃了闭门羹不说，还被狠狠羞辱了，说陆婷这个吃软饭的，凭什么代表我许家？陆婷在那里发了好大的脾气，直到回来的时候，脸上的怒容都不减。自然，这是我联合我爸做的一场戏，哪有什么收购计划，不过是找个由头把陆婷开除罢了。老婆，你能不能帮我跟爸说说情？我真的不是故意搞砸的，是那个老总不识好歹。陆婷急得团团转，一回来就抓着我开始找办法。我叹了口气，没办法，这次你让我爸损失了10个亿，就算是他亲女儿，也不可能再回到公司了，跟股东们无法交代呀。开除你已经是对你最好的结果了，不然你来赔偿这10个亿吗？陆婷有多少钱，我可比他了解多了。他虚荣好面子，就算是穿个袜子都要几千块钱，其他的都不用说了。这些年要不是我的嫁妆补贴，陆婷怎么会在外人模狗样？陆婷垂头丧气地瘫坐在沙发，此时的失业已经让她心态崩了。恰好婆婆醒了，抓着陆婷就开始诉苦，上演一副母子情深。当然了，婆婆没有把自己得癌症和看大师的事情说出去，因为大师说了，要是泄露天机，她是会遭天谴的。哭到一半，婆婆突然就没有任何症状的晕倒了。陆婷顾不得许多，直接开车将婆婆送去了医院。我也跟着去了，我倒要看看，在我1个月的坚持下，婆婆的病情是否恶化。当医生将婆婆胃癌晚期的化验单递来的时候，陆婷一个没站稳，差点倒了下去。癌症晚期是没得治的，更何况婆婆年纪大了。婆婆醒来的时候，刚好听到医生说，患者大概是吃了不该吃的，不然短短1个月不可能恶化到这种地步的。婆婆瞬间从床上跑下来，张牙舞爪地朝我扑来，嘴里不干不净的：“贱人，都是你给我喝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都是你，你给我死！”陆婷仍旧静静站在那里，丝毫不顾我的死活。我被推倒在地，肚子传来剧烈的疼痛，裙子下马上渗出了大量的血。医生忙不迭地喊人将我送去了手术室。孩子到底是保不住了，我也没想保住。要是不来这么一下，怎么会让陆婷跟婆婆彻底决裂呢？陆婷的思想很封建，而且她也最是看重这个孩子。上一世孩子没了的时候，陆婷伤心了很久。真的奇怪，陆婷这么自私的人，竟然也会有重要的人。这次我被婆婆害得流产，陆婷是说什么都不会再对婆婆心软了。陆婷破天荒地守在我的病床前，她脸色憔悴，
眼底满是破碎。月月，我们的儿子没有了。我假装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，哭得撕心裂肺。陆婷话锋一转，妈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早就知道这个环节陆婷不会放过的，说辞也早就想好了。我抽泣着，妈迷信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当初我劝她去医院接受治疗，她非要让我给她找大师，现在把责任推给我，我做错了什么？我们的孩子又做错了什么呢？陆婷怪罪的话到底是没说出口。婆婆自知理亏，一直躺在病床上不肯来见我，反正她马上就油尽灯枯了，也无所谓了。只不过我在她快死的时候也不会让她好过。于是我大喊着，是你妈害死了我们的孩子，如果你再去见她，我们就离婚。现在陆婷没钱没工作，就指望着我家，她这么自私的人自然会就范。婆婆住院的这段时间，陆婷果然一次面都没露过。我也养好了身体，早早地将自己的财产转移。医院打来电话说婆婆不行了，我瞒着陆婷去了医院，再次见到婆婆，她已经瘦成了人干，脸颊陷了进去，眼神空洞。看见我的时候，她眼神蹙了毒，即便是说话艰难，可是不减咒骂：许月，你这个毒妇，你害死了我，你不得好死！我缓缓走上前，勾唇，在她耳边轻声说道：你相信因果报应吗？你有今天，是你坏事做尽，老天派我来惩罚你的。说着，我伸手将婆婆的氧气管拔掉，在她身体痛苦抽搐下扬长而去。等待陆婷的，除了离婚协议书，还有这些年她私自挪用公款的证据。怪就怪陆婷以为我们许家的人都是蠢货，不知道她动的手脚。也或许陆婷觉得我爱她，不论她做错什么，都有我给她兜底。5000万的公款，我竟然都不知道陆婷用在了哪里。警察上门的时候，陆婷正不可思议地质问我：许月，你确定要跟我离婚？你无理取闹什么？其实我早该看清陆婷骨子里的自私的。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总是我付钱，我从来没有问她要过彩礼，她也不曾提出补偿我，就好像我嫁给他是应该的，我是倒贴。当初是我猪油蒙了心，才会顺从他，不在意那些细枝末节。可是后来我才知道，爱是常觉亏欠，真正爱你的人总嫌给你的不够多。我微笑着，轻蔑地看着陆婷，你以为我现在还继续跟你在一起是图你什么？图你穷，图你虚荣，还是图你自私呢？你妈欺负我的时候，你在哪？你妈推倒我的时候，你又在哪呢？陆婷愤怒地签下了字。我知道她不过是自尊心受不了罢了，她觉得我会反悔，只要没领到离婚证的时候，我都会心软。这次她错了。陆婷是被警察押着陪我去的民政局领的离婚证，前脚从民政局出来，后脚她就被押进了监狱。陆婷天真地看着我，一个劲地问我为什么。我眼神里没有任何温度。我做了个梦，梦到你们害死了我的狗、我的孩子，还有我，而你和你妈是那个罪魁祸首。陆婷怔住，似乎她想到了什么，咆哮道：我妈是你害死的。我勾唇一笑，不置可否。这辈子陆婷怕是出不来了。而我踏出监狱的那一刻，阳光洒在我的脸上，我知道我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